嗨，各位节后好！开始本期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古代称呼县令为县太爷？因为在当地他就是皇帝，能够一手遮天。而县令又叫做父母官，县太爷还是父母官，其实只一念之间。今天咱们就从4个方面聊一聊5一档的另一部热门《扫黑决战》。大家好，我是正道，欢迎收看咖啡公园 AKA 一个绝对不考研、一点不专业、肯定不优质的影视解评节目。电影以渭河县赵家村一农民因暴力征地而葬身火海开始，引出了盘踞当地数十年黑恶势力的冰山一角。为主持正义、查明真相，扫黑除恶调查组组长宋一瑞临危受命，带领小队前往调查。他此行也得到了老友，同是渭河县县长曹志远的支持。经过深入，调查组将目标锁定在了当地一老板孙志彪的身上。然而其被逮捕后仍肆无忌惮的气焰和事件重要嫌疑人的意外身亡，让宋一瑞确信苍蝇背后一定有撑起保护伞的老虎。于是面对重重阻力，打伞破网，一场白与黑的决战就此展开。本片是首部以中央政法委全国扫黑办重点督办案件为原型改编的影视化作品。片中的多数情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照的影子，比如天花板藏钱取材自早年间原贵阳政府秘书长受贿一案，工地发现碎尸对应了2019年湖南省新晃的学校操场埋尸案，规划用地更改又与辽宁丹东宋氏三兄弟的非法敛收土地如出一辙。而片中幕后老虎曹氏家族正是改编自哈尔滨的黑恶电霸李氏兄弟。因为有了以上诸多真实案件做基础，才让本片拥有了独到的力量感。而之所以有这样一部影视作品的诞生，得益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阶段性成功。据最高检3月公布数据，2018年1月开始的3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了涉黑恶犯罪 14.9 万人，提起公诉23万人。电影正是从一个小角度切入，展现了这场集党和国家之力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更传达出行动背后的意义，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生活环境。那么接下来就先说说电影的优点。1、真实。本片的真实不止于事件的真实，放眼细处，一个县级政府开会是个什么样的规模，会场布置应该如何，参加会议的人员大概是个什么组成，每个人桌前的席签又是怎么写，甚至县长办公室的面积应该是多少等，这些咱们老百姓平日没有关注的点都做到了力求真实。另外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片中姜武饰演宋一瑞所领调查组是只有调查权没有执法权的，他们要逮捕谁仍需要借助公安，如果当地警方无法有效执法，就需要跨地调配警力，这在影片中也有体现。因此由于题材的严肃性，片中很多东西不是光靠编剧想，必须了解才能确定，所以真实还原是本片的优点所在。2、题材。作为获政法委支持，迄今首部直接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影视作品，本片拿到了一个极好的题材，不光是其现实意义，新尝试也是它吸引人的点。比如区别于以往类型作品对警察的描写，本片将主视角放在了观众相对不是很熟悉的政法干警身上，表现了政法干警的职能和工作模式。同时本片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主旋律电影在题材上的更多可能性。事实证明，因为贴近生活，观众们是喜欢的。3、表演。电影上映后除开情节，大家讨论最多的就属片中演员的表演。姜武、张颂文间的文武对决，金世佳的演技优劣无不成为热议的焦点。尤其片方公布花絮，张颂文呈现出的7分钟无剧本表演，更是拉满了观众对影片的关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该段表演为什么能如此真实自然，得益于演员对角色的深入理解。此大段独白正是张颂文为丰满人物做的小传，且烂熟于心。世上任何专业演员在接到角色的一刻，都应该去构建人物背景，他的性格如何，曾经的经历是什么，又为什么造就了现在的状态的。这方面作为表演老师的张颂文无疑是其中翘楚。而对金世佳的表演，观众也分为2派，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其实金世佳在接到角色时也研究了人物，为区别于姜武和张颂文偏稳的表演做到不雷同，也为避免与戏骨同台而漏短，我反倒认为他对孙志彪的演绎是对的。而全片很出彩的金世佳与张颂文唯一的一场对手戏也证明了其演技，所以以上只是表现方法的区别，抛开角色设定，本片的主角都完成的不错。当然电影还是有明显缺点的。1、
人物缺乏厚度。呈现上面，本片的角色和部分情节设计的不足导致了主要人物都偏单薄。最明显的就是姜武所饰演的宋一瑞。作为第一主角，他在面对重重阻力前如何化解，一筹莫展时又如何洞悉线索，甚至在后段人质事件中怎么破局等，一概没有描写。线索总是在需要的时候自行出现，上级领导也总能为其担当，把一个原本主导剧情的角色拍成了被剧情带着走的工具，而为丰满人物硬是加入说教意味浓重的台词和于结尾时不顾程序去找反派单挑的情节。以上其实不论从合理性还是艺术表达上，反而是弄巧成拙。而被夸赞演技卓越的张颂文，其角色本身也缺乏厚度，原因同样是没有深挖。唯二展现人物弧光的地方是仅与情妇林巧儿的一场对戏和7分钟的独白，而前者处理的极简，后者更是未在正片中出现。另外细节方面的表现，诸如开会和聚众情节，张颂文所饰演人物的气场其实是涣散的。我认为这主要是导演的责任。2. 逻辑不够细致。时间关系就举一例，片中规划局齐局长受贿的嫌疑一出，紧接着就是其畏罪自杀和查获分文不少的赃款。那么塑造如此城府老谋深算的曹志远，此行为不反倒是降智欲盖弥彰吗？因为按照剧情设定，曹宋二人彼此的了解是一定知道调查不会就此打住。果不其然，在面对宋一瑞的询问，曹志远进一步坦言了水很深，背后必有人操控。这看似是转移自身嫌疑，其实无异于此地无银300两。是的，我当然知道编剧的用意，但请各位跳出来想，如此设计就与曹志远的人设产生了矛盾。如果将死无对证改为主动替罪，是不是既增加了逻辑合理性，又提高了情节丰富度？3. 电影感不足。何为电影感其实是个大话题，本片的电影感不足主要体现在调度、镜头、剪辑等方面。说句玩笑话，如果说你好李焕英是一个拉长的小品，那么扫黑决战就是部缩短了的电视剧。虽然在部分拍摄手法和镜头设计上明显能看出导演对韩国类型片的借鉴，但与其余桥段产生突兀，整体又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是本片缺乏电影感不可忽视的原因。举个例子，片中张颂文与金世佳非常重要也是唯一的一场对手戏，由于张颂文手型的原因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其掐对手脖颈的用力，也就削弱了对应剧情的张力。面对这个问题，导演就应该果断放弃长镜头，用神情特写切入，配以近景穿插，既规避了问题，还能放大人物情绪的表现。其实类似可以精打细磨的地方还有很多，而关于叙事方面的些许不足，时间关系就不做展开了。最后简单总结下，本片真实直击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危害一方的违法犯罪，进而反映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效和赢得的良好社会反响。题材新颖，贴近百姓生活，写实又富有意义。可惜电影技法上稍有不足，表达上宣教意味略显浓重。不过观众的积极反响也证明了用类型化的方式弘扬主旋律是中国电影人值得尝试的创作方向。因此归纳为咖啡评分：电影《扫黑决战》，导演6.2分，剧本6.8分，人物6.8分，视听6.25分，美术6.3分，最终综合6.5分，主观推荐度70%。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想看更多绝对客观一点不专业肯定不优质的节目就点加关注吧，要是再能点赞评论转发3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精彩内容持续更新，我是正导，下期再见，拜拜。